当有人看到这个游戏画面时，还能不能第一时间想到它的游戏名？作为一款2021年发行的手游，曾以黑马之姿席卷中国市场，在短短半年内便吸引千万玩家。是的，这就是妄想山海。遥想当年的它以山海经手游著称，被部分玩家誉为国产开放世界手游的里程碑。但当如今的我们再翻看它的评论区，会发现评论不再是奇珍异兽，而是被外挂控制、游戏优化差、抽奖概率低、资源找不到等等。那么这款曾经风靡一时的山海经手游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它是否已经被官方所放弃？2021年1月6日，妄想山海正式宣布不删档上线。凭借山海经题材的上古异兽以及高度自由化的沙盒探索玩法，让这款手游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那么妄想山海是由像素软件研发，腾讯代理发行的一款产品。关于像素软件，老玩家并不陌生。该公司最早成立于2002年，成立当年便推出国产单机精品，这便是动作游戏《刀剑锋魔录》。可惜彼时的国产单机市场并不光明，在此之下，像素软件转向网络游戏研发，于2008年推出国风游戏《寻仙》，3年后又上线《刀剑2》。可无论是刀剑系列还是寻仙产品，这些都是10多年前的游戏，像素软件需要转型。在内外生存压力的挑战下，2016年像素自研引擎项目正式立项，4年，也就是2017年6月，妄想山海项目进入立项阶段。2019年项目更名为代号熙壤，此后进入保密测试、质量测试、举火测试、创世测试等不同阶段。2020年7月22日，游戏开启预约，同时将代号熙壤更名为妄想山海，游戏正式进入到大众视野。不得不说，妄想山海的火爆，一方面得益于开放世界和全新玩法，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山海经题材。彼时的国内市场，各种山海经的小游戏广告层出不穷，像是开局一只鲲、进化全靠吞等，宣传图画的是非常吸引人。但当玩家点进去，发现跟山海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当一款真正能吞噬异兽、还以山海经标榜的游戏，很快就被玩家所吸引。短短5个月时间，妄想山海的玩家预约数就从0个人突破到1000万人，无数人等待游戏的上线。2021年1月6日，妄想山海的世界大门正式打开，蜂拥而入的玩家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捏脸的高自由度。由于游戏是取材自山海经题材，所以它不局限于传统游戏的人像造型，猪猫鸟昆虫等都可以作为外观。而游戏内数千平方公里的地图，真正实现了无缝开放世界，以球形作为整个场景的载体，如同地球般，玩家从原点出发，绕一圈后可以再回到原点，并且游戏没有固定的出生地点，玩家降临到哪里就以哪里为开始，建造家园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造。你可以在地图场景中见到各种随机出现的小怪或世界 BOSS， 那些只存在于山海经中的怪物，一一浮现在这片大陆之上，可以捕获吞噬并对其进行养成。而早期的妄想山海还不仅仅只是打造了一个陆地地图，在地图内会分布着大海，海中依旧存在怪物供玩家探索。地图之外还有宇宙，用一个词形容妄想山海，那就是随机性。出生地随机，刷怪随机，掉落资源随机，而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妄想山海的神秘感和新鲜感。玩家一旦体验进去，就会有很强的代入感。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妄想山海已走向末路，但依旧有无数玩家怀念它，因为这款游戏真的没有平替产品。2021年2月4日，游戏上线后的1个月，正值春节到来之际，游戏开启全新玩法北冥纪元，涂山君、金刚鹦鹉、肥肥等纷纷登场。而后的3月又上线全新玩法巨兽匹配，世界史诗活动带来整个秦甲和神魔逐鹿。5月伴随白娘子的登场，游戏的玩家注册数突破1000万，这是一个十分耀眼的成就。2021年8月，妄想山海宣布公测，顺势推出第2颗星球混沌星球。此后，金乌、蛟龙、鹤金蝎居相继上线，并于2022年3月上线恐龙版本，以恐龙为主题推出各种异兽，霸王龙和脊背龙降临山海世界，开放 PVP 玩法恐龙擂台。但此时的妄想山海玩家数量和热度均在快速流失，于是，在2023年，官方推出了南岛大陆，上线首只飞天驼兽5万年擎苍鲲，围绕鲲直接做了一个飞天家园，扩展海洋生态与进化兽系统，试图挽回玩家流失趋势，但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活跃玩家数较巅峰期下降超70%，而妄想山海的下滑速度其实超过了许多人的意料。有些人会觉得是2022年，有些人会觉得是2023年，但其实在2021年1月上线后不久，妄想山海的新人涌入速度就断崖式下滑。根据第三方平台对苹果端的统计，在1月上线的月底时，妄想山海的下载量就已经跌破谷底，此后虽有起伏，但大体上日下载量均在1万以内，排名上也是初期还能维持前10名，不到1个月就跌至500名开外。到了2022年的9月，连前1500名都已经进不去，客观上名存实亡。那么一款如此有趣的手游，为何留给它的巅峰这么短呢？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妄想山海都不失为一款好产品。足够开放的沙盒世界，足够有趣的玩法和探索系统，十分新颖的山海经题材，这些都为它带来大量的玩家。但很可惜，妄想山海遇到了像素软件，在此之前，像素根本没有经营过如此大手笔的游戏，所以当他们上手之后，
会发现各种问题频发。不说老生常谈的外挂、工作室问题，就单单优化这一点，就让许多老玩家忍无可忍。妄想山海每一次的重大更新，都伴随着大量漏洞的出现，比如上线初期的3宠化预单，以及同期的万年图事件。到了8月份公测时，其他游戏都是欢天喜地，它直接来了一个知遇事件，又是一波玩家被封号，还有无限刷灵运精华、阳币出蛋，以及穿山假刷勾玉事件等等。其实像素软件并不是不想改变，但这样超出能力的开放世界，像素软件自己也没有底气能全部优化，这是游戏漏洞方面的问题。再说玩法方面，妄想山海确实足够开放，但有一说一，过于开放的环境对于一些轻度玩家是一场灾难。它没有过于强调主线剧情引导新手，把全部的东西都交给了玩家，这也就导致萌新要想了解这款游戏，在没有人带的情况下要想精通，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这不是夸大。有些老玩家从开服就在玩，直到现在都不敢说精通。就算你熬过了初期阶段，后面还有骗子，有抢怪，随着等级的提升，材料也越来越复杂，你所需要干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问了几个老玩家，他们退坑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在干不动。所以你要问我妄想山海怎么样，我会告诉你这是一款好游戏，但你要问我能不能入坑，我会告诉你能跑多远跑多远，这游戏就没有适合萌新的环境。关于妄想山海的没落和各种问题，其实像素软件自己也知道，游戏目前算是被放弃，像素软件也不打算再投入大量精力，他们现在几乎把全部的资源都砸向了新开发的项目硅基宇宙，也是一款高自由度的沙盒开放游戏，你也可以认为是妄想山海 2.0， 只不过这次的题材不是山海经，而是宇宙科幻类型，什么机甲、太空战舰、未来载具等等，只能说饼画的确实蛮大的，至于最终能实现多少就不知道，希望有了妄想山海的前车之鉴，未来新作的运营能好一些吧。